Hello， 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拆这台新版的 Switch OLED 啊，看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之前看到这边有2颗 Y 字形螺丝，我们先把它拧下来。螺丝刀啊，还是用之前拆旧版的螺丝刀是一样的。螺丝变了啊，变这种细纹的螺丝了，应该是拧在金属支架的里面，感觉手感不错。估计啊，这边这颗，两边中间的这个螺丝还是要拧。接下来是十字螺丝，拧掉两边2颗十字螺丝。两边的中框螺丝跟之前的续航版的是用的一样的。OK。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有螺丝吗？哦，差点忘了啊，这2颗小螺丝上面也有，差点。这个洞，这个孔是什么？真的很好奇啊！我遇到点困难啊。怎么拆也拆不掉，我不确认上面这个螺丝是不是有关系啊，所以我把上面这个滑轨螺丝也拧掉吧。啊，上面这颗螺丝必须得拧掉，拧掉上面这个螺丝就有戏了，我感觉啊。哇，它这个跟前面不一样，要从上面开始啊。但是这个框要注意，我感觉这边特别的薄啊，我觉得很容易断掉。这边 OK 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拆解方法，大家记住啊，这上面2颗螺丝要拧掉。然后我看一下下面有什么东西还连着的，感觉是这个防尘网，对，这个防尘网它卡在里面，要注意。好了，里面机身就完全露出来了。看一下这边的细节啊，它这个防尘网刚拆的时候遇到了很大困难，但是它这个防尘网是用螺丝固定的，所以将来损坏的话，肯定也能买到配件啊，给它更换。那我这个防尘网现在还好，应该是完好，没有损伤。这个防尘网其实是个通气口吧？对。OK， 看一下里面啊，它这边散热已经改善过了啊。这边这2个孔啊，估计给 CPU 的气流导气用的。这个 WiFi 的天线啊，这2个应该是 WiFi 跟蓝牙的天线啊，从这个金属背板后面走了。啊，这2块东西就是天线，天线啊面积变大了，那信号肯定就变好了。为什么它天线要放到这里呢？难道它这个前框整一个都是金属的？哎，真的呢！啊，它把这个天线放在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金属的亮光漆这一块啊，它是中框一体式的。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整个机身的强度啊，那比原先强很多很多，几乎你不用担心它再会被做弯变形了，真的是很强啊！整个它这个金属中框就等于就做到外面来了怪不得它的重量没有变轻，反而变重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加分，这个加了太多分了，因为前面2代的 Switch 它因为压弯导致的损坏真的是太多了。那经常带出去的朋友买这个机型还是挺有意义的，损坏率降低了很多。接下来往下看啊。SD 的卡槽，它这边有块黑的小板，我们先把这个金属板拿掉吧。先要把这个天线给拿掉啊。然后看一下这个螺丝，这个螺丝跟上一代还是一样的，它内部大量使用这种白颜色的螺丝。又打脸了，它这个螺丝变长了。
这个是斯皮卡喇叭接口螺丝。对呀，这两个天线我该怎么办呢？还是拧吧，能看到螺丝都拧掉吧。第一次没有经验，没办法，也是长螺丝啊。都是长螺丝。这边还有2颗。OK 啊，能看到的螺丝，这里还有1颗吗？这里还有1颗，我就把它拧掉。幸亏啊，它这个螺丝长度是一样的。很轻松的起来了。但是这边有点拖泥带水，是因为这根天线的缘故吗 ？OK， 它这个天线啊挂在中框上面了，大家注意，从这边这2个钩子里面把它弄提开来就行了。这样的话就一整个都取下来了。这一块金属的背板跟上一代啊完全不一样了。导热胶倒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这个颜色的，比较浓的那种导热胶。主板我们终于看到主板了。首先看到这个电池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变化。这2个空洞啊，可能是为了那个背板支架的空间啊，它原来是用了这种金属的铰链，看上去复杂了很多。哎呀，这是块什么芯片啊？这不是芯片，我的天哪！其实我之前看到人家的拆解视频啊，看到这一块东西啊，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块芯片，是一个触摸芯片或者读卡芯片，搞了半天这是一个海绵啊，弄得我跟一个朋友一直在猜测它是不是新版的 eMMC， 太傻了。好，拆开了以后，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电池给断电了，大家不要忘了，这是最关键的啊，不要产生悲剧。然后这边是喇叭空间变大了，这个喇叭等于是有一个音腔在里面，这里有个导气孔。虽然啊，我刚才听了一下，的确是有改善，但是改善不明显。这个 Type C 接口它为什么好像搞了一个屏蔽罩一样的东西啊，罩在上面，有必要吗？喇叭接口没有变，然后手柄的排线座又不一样了，跟上一代不兼容了。它这个排线座好像比这个原先的这个排线座更加小一点，银角更加密一些嘛，窄了一点2边，哇，更有手感，我感觉强度更加高了一点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的那些配件就不能用了啊。但是这个它这个银角的顺序有没有变化？我感觉这个排线的宽度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了一下，应该是 OK 的，我感觉是 OK 的，只要它银角顺序没有变化的话，就可以兼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取这个背板嘛。我们看左边这块啊，它现在变化很大，它这个游戏卡槽跟这个 SD 卡槽整合在一块板上了，然后这块板的颜色又跟底板不一样啊。然后把它拿起来，这个板很薄，你看到我轻轻的拨一下它就变形了。我们这边有一颗螺丝藏在这里，藏在这个贴纸后面。OK， 把这个螺丝去掉。所有的这种白颜色的这个螺丝都加长了。好了，这个板它自己就起来了，这个螺丝一拧。它这个 SD 卡槽和这个游戏卡槽，它是经过这个很长的内联座，这个内联座大家当心，我感觉好像挺容易坏的。我刚刚感觉它有股压力啊，它为什么？它这个东西后面有个海绵，就是因为它是长时给你压在上面的，所以我感觉这东西很容易坏掉，所以要注意，要当心了。否则这个座子一坏的话，现在买不到这个配件吧？这几根针都是悬空在那里的感觉。
它到底是靠里面接触还是靠外面接触，我有点搞不清楚。原来啊，这是块海绵，就是为了帮助压住后面这个座子用的。OK， 我们再看一下主板这边的，然后这边是液晶接口，变成43角了，原先的好像比这个还长一点的，但是有很多引脚它没用到。OK， 我们先拆一下这个导热管，这导热管啊细了很多，一样是3颗螺丝固定。这里用的那种老的机器一样的这种短的白颜色的螺丝。我刚才发现啊，我拧出来的这个侧边的螺丝啊，它可能是上面这个螺丝不一样的，它螺纹只有头上有，上面2颗是特殊的螺丝。OK， 好的，起来了。这边没有那个海绵固定了嘛，有些那个海绵胶，但是下面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粘着它，我感受一下，应该是下面有东西粘着。我慢慢来，我尽量不让它变形。OK， 它这边有这种胶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胶哦，好像是铜胶带。好了，它这个风扇啊，它这个风扇我怎么感觉它是不是用的 Switch Lite 的风扇啊？然后那个左边这边的手柄排线的位置也变了啊。原来的主板它手柄排线是向下的啊，在这边，它这边就向左了，把它去掉。OK， 然后这个是液晶排线座。那它这个液晶的这个座，液晶的接口啊，好像没原先那么长，所以就没那么容易坏了。风扇啊，跟 Switch Lite 一样，也是在这个位置去掉。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排线啊？这个会不会是触摸？但是我感觉引脚少了点，或者说 eMMC。不知道。然后这是2个喇叭，我们也把它拔掉吧。我喜欢拽着绳子往后面拔，这个有点难弄，这个比较难啊。直接把主板拿起来再拽着它比较好一点。然后呢，1、2、3、4、5，还有5颗螺丝。那原先那个老版机器里面那个黑颜色的这个固定主板的螺丝就没有了，也是短螺丝哦。固定2个那个固定 Type C 接口2颗螺丝是长螺丝，这个好样的，因为这边受的力比较大嘛，那个螺丝螺纹长一点，强度会比较好一点。OK， 然后主板就松动了吧？好的，我们这样拿起来。我觉得你这个接口这边拖泥带水的哦，出来 OK。对了，这根线我这样做的是正解啊，这样拔起来就方便了。好了，主板拿出来了，我们来比较一下跟老的主板的面积啊。然后很明显啊，它这个布局啊跟 Switch Lite 很像。OK 啊 ，Switch Lite 主板来了啊，是这样的。没发现 Switch Lite 主板好大啊。我感觉怎么比这个主板快大1倍了啊！但是布局非常相似，你看，这很明显啊，这个下面是 WiFi 了，然后这里内存跟 CPU 这个布局是不变，然后呢 CPU 供电，音频拿到了那个 CPU 上方了，这个，来我看一下音频，这个下面肯定是 WiFi。eMMC 它在哪里呢 ？eMMC 我们看一下，哇 ，eMMC 被藏到这个角落 ，nice。这个是读卡芯片，这个是 PI3 USB 啊，就是视频输出芯片，被挪了这么远啊，它输出了以后，你看线走那么长才到 Type C。然后呢，这个还是100年不变的万恶的 M9T36，就是因为它
这么容易坏，而且呢，我们修复的成本还那么高。哎，这个芯片我没见过，这个芯片，但看引脚数的话，我怎么感觉是陀螺仪呢？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供电芯片啊。我到显微镜上看一下它的主供电芯片的型号跟我们的续航版有没有什么区别。OK， 我们开始看这个是主板的正面，然后这是 Type-C 接口，从这边开始看。原先这边老版本它这边 BQ 那个充电芯片应该在这个位置的，它都挪到了这个尾插的左边啊，这个上面有点油啊，看不清楚。BQ 24193还是24163吧。BQ 跟前面的版本一模一样，没有变化。这里肯定就是 CYW 那颗 WiFi 芯片，我把它拿下来吧。OK， 哎，斜过来了，大家看到没有 ？CYW 4356叉，对，就是它。OK， 100年不变的啊。然后呢，这边是一个美星的 Max MAX77812，跟续航版主要使用的芯片是一模一样的。那当然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音频，音频是我们的小螃蟹的 Realtek 的 ALC5639啊，也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续航版就知道了。这是续航版啊 ，ALC5639没有变化。我们看一下背面的主供电，主供电芯片肯定是没有变化的。来，也是美星的啊，7762H，看一下7762H，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我们万用的 M9T36，它还是不换掉，这个芯片太容易烧了，也是100年不变的 PI3 USB。OK， 这个呢就是任天堂他自己的读卡芯片。然后我们看一下，轻松把这屏蔽罩取下。这是它的64G 的 eMMC 啊，它的型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块 SEC 是什么的？是三星的吧？三星的 KLMC G4JETD，反正就是一块标准的 eMMC 了，但是它是64G 的。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颗不明的芯片，这个 PF3iTi 这个字是168AES3，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哎，请知道的朋友留个言给我，或者是弹幕吧，谢谢了。很明显啊，它这个芯片边上有2个电感，它肯定是个什么供电，然后它是 TI 的，我怀疑它这个可能是OLED 的供电吧，老的板子上没有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我怀疑是陀螺仪的这个芯片，这个是 i4607，你看原先的板子上那个陀螺仪的芯片比较薄引脚数有点类似，一边4个一边3个那种。对，这个就是续航版，这个是不对，是 Switch Lite 的那颗芯片它上面背后打的印记是好像芯片的厚薄跟引脚数是一样的，但是它后面写的字不一样而已。对，其实也挺厚的，那一样吧。这个知道的朋友能不能帮我搭个1啊？我也不清楚，我怀疑是陀螺仪，希望我是猜的对的OK 这些都是摩斯管小的电源之类的。这边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可能是那个温度传感器之类的。然后呢，17050又是在这个很恶心的地方大家不要弄碎了。OK， 那显微镜的观察就结束了。我再把 CPU 罩子拿下来再看看OK， 我已经把它屏蔽罩拿掉了。这个是它的那个内存的型号，上面看的 SEC122， 后面是 K4U613S。那我们来找一下，我看这是一块续航版的使用的内存它是 K4F6。对，那他们那个跟续航版使用的内存是一样的。然后呢，看一下 CPU，
最下面这个型号是 ODNX10-A1，但上面这个字好像跟之前的续航版呢有点不太一样。我找块 CPU 来看看。OK， 我找来了一块续航版的主板，大家看一下。看型号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ODNX10-A1，对，那就没错了。它这样就是编号又不太一样，没问题。这是 STW， 这个是 RTW，TW 大概是台湾的意思吧。这边新的是2118A1，这边是2045A1，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它这边有个 PVHK62.S01， 这边是点 S02， 不知道是，难不成它里面的不同版本不太一样吗？我比较担心这个，因为我很想知道它还能不能用 T-X 芯片来破解。我的希望是可以的。OK。好了，这块主板呢，我们从头到尾都看了啊，除了几颗特殊的芯片啊，我所怀疑是 OLED 的屏幕的供电芯片啊，其他的基本上都跟之前的续航版差不多。它这个尾插怎么回事啊？我比较在意这个尾插，搞了个屏蔽罩似的，好像它这个只是个屏蔽罩吧，里面啊还是我们原先那个。这个屏蔽罩看能不能扒掉啊？可以。吓我一跳！哎呀，我的天哪，大哥，你这个尾插怎么又吃饱撑的变掉了？这有点过分啊！这么搞的话，我那天老的那些尾插不能用了。等一下，这是我之前在淘宝买的没法用的尾插，我觉得他们两个有点像。好，行了，没问题。OK， 那这个尾插就不用担心了，这东西很便宜，这也就5块钱嘛。OK 哦，反面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啊，它这个尾插的强度不如我们老板呢这个尾插，到后来它真的是强度很高啊，完全是封闭型的。它这个接缝在下面的话，真的是很柔弱，一拉就开了。好了，主板这么小，希望它越来越小，小的像 iPhone 一样就有意思了。型号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 H1G 的 CPU01， 原先那个是多少 ？HAD CPU01 是吧？续航版的话，然后 WiFi 的2个天线在这边嘛，因为靠近这个 WiFi 芯片。我是没想到它在这个排线座的背后会放个 eMMC 啊，因为我感觉这个角落这样的线啊会非常的密集啊，这里面走线会很困难，我感觉。倒是这一块啊，其实这个角真的是没有必要，我感觉可能是纯粹为了这个电池吧，它电池可能设计不想变动，所以说这块板子这边真的是没必要，可以缩的小一点嘛。这个角落也是啊，这个角落可能是为了这个风扇啊。OK， 然后还有最后一样东西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排线啊是个谜一样的东西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风扇拿掉，看看下面什么东西吧。风扇的螺丝又不一样了，越来越简化了啊。这是开机排线啊，原来是开机排线那么说它这个 OLED 的屏幕是不是触摸跟显示一体化了，就集成在这43只角里面了？这样的话很有意思。那这个开机排线为什么那么多角呢？我发现了，它把这个亮度传感器也集成在这个上面啊，这样就解释了。我外壳上不是我发现有一颗圆的东西吗？原来这是一个透光的窗，大家看到没有？透明的，这是个透明的东西。这是为了这个亮度传感器但是这个亮度传感器并不在屏幕的正面，这样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环境光吗？因为它这个屏幕太大了，它这个框上没有位置装这个传感器了。这个中框真的好沉，整个
就这块塑料是另外嵌上去的，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掉？啊，对，它这个下框靠这2颗螺丝固定的，我拧掉以后就能换掉。这个中框变大变结实了，太牛了。OK， 那整一块就这样子了。那它这个触摸集成在这里边以后，它的触摸驱动在这个板子上就没有了吗？那这个屏幕整个驱动啊，就是跟原先的版本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它这个东西的固件跟续航版是用同一个固件啊，驱动都打在里面呢，还是分成2个版本？就像我们的老版跟续航版一样，它分2个版本嘛。OK， 那我把东西给理一下。OK 啦，那这次就是我们这个新版本的 Switch OLED 的全貌了。那接下来呢，我可能先会剪视频吧，把视频剪了发布了再说。然后呢，我会尝试，因为看一下它的 CPU 跟 eMMC 都没变啊，看一下可不可以用那个 T-X 芯片飞线啊，来实现破解它的目的啊。不过会比较麻烦啊，因为它这个 SD 卡槽就在这边，然后 eMMC 又是在反面，又要通过飞线搞，难度有点大。所以啊，我还是先把这个片子剪了再说吧。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杨根爸爸，我们下期再见，拜拜。